今集嚟睇錦豐苑呢個屋苑1落樓。咁咧就已經係海濱長廊啦。咁呢個屋苑咧就係馬鞍山咁多屋苑入邊啦。咁佢係其中一個咧係臨海嘅居屋嚟㗎。咁所以我哋今集啦都特意揾嚟一個海景放盤同大家參觀。咁啊，除咗海景因素之外，呢個屋苑仲有啲乜嘢嘅條件啊，係令到佢個樓齡有翻咁上下，都仲係有價有市嘅呢？咁一於同大家分析下。咁喺開始之前啦，都提大家啦，如果你仲未訂閱28 House 嘅 YouTube Channel， 就記得 subscribe 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啦。數到馬鞍山區嘅臨海居屋，主要有兩個，一個咧就喺大水坑站附近嘅錦泰苑，另一個咧就喺恆安站同埋馬鞍山站之間嘅錦豐苑。過去3個月，馬鞍山區嘅未補地價居屋交投量維持喺18到23宗之間嘅水平，其中錦豐苑同錦泰苑嘅佔比就比較多，係交投明顯比較活躍嘅屋苑。其實因為錦豐苑、錦泰苑咧，最主要咧就火數比較多啲啦，好處就有幾點啦。咁啊第一近火車站啦，交通比較方便啲啦。咁啊又近商場啦，樓下有海濱長廊啦，咁啊有啲景觀都係一線海景嚟嘅，就吸引咗馬鞍山都係好多嘅分支家庭啦。今集睇嘅錦豐苑有成5540伙，係區內最大規模嘅居屋。喺2021年樓市未跌之前，呢一個屋苑曾經多次成為馬鞍山區甚至係新界東嘅居屋王。咁就算而家樓價比高位嗰陣有所回落，錦豐苑都仲係有價有市。根據房委會嘅數據，近日未補地價嘅成交裏面，屋苑最細一隻嘅單位成交價都挨近400萬，而去到最大嗰一款超過600尺嘅單位，樓價更加超過500萬。錦豐苑之所以有價有市，主要有3個原因。第一，屋苑本身就係區內罕有嘅臨海居屋，唔少單位都有海景。沿海而建嘅錦豐苑一共有9座，其中 A 到 G 座嘅7到14號室都有海景，而 H 座部分單位都望到沙田海，其餘嘅單位就望樓景內園為主。咁事實上，好似屋苑400幾尺嘅細單位，有海景同冇海景嘅樓價都可以差咗超過40萬，咁所以海景就係拉高錦豐苑樓價嘅原因之一。第二，屋苑配套成熟，買嘢方面可以去附近嘅眾安商場，有連鎖餐廳同埋買日用品嘅商店，而眾安街市都可以滿足到住戶要買餸嘅需求。若果想有多啲購物選擇，就可以去馬鞍山站相連嘅新港城中心，佔地超過73萬尺，係區內最大嘅商場。咁至於交通方面，由屋苑行過去恆安站或者馬鞍山站都係15分鐘以內嘅步程，部分比較近鐵路站嘅座數，甚至5分鐘就可以行到過去恆安站。住戶就可以視乎住喺邊一座而決定去邊個站搭車。眾安商場對出都有巴士站，不過就唔多路線。西沙路嗰邊嘅巴士站就會有多啲啦，可以去到尖沙咀、荃灣、觀塘等等。對於揸車人士嚟講，錦豐苑側邊嘅眾安商場有停車場俾居民使用，咁裏面有862個車位，月租由3400蚊起步。講到康樂設施，屋苑自己都有兒童遊樂場同埋球場等等，每10尺管理費大概1個2。另外，住戶都可以去到全長3.2公里嘅海濱長廊跑步或者踩單車等等，沿住海濱長廊行過啲，仲有埋體育館、游泳池同埋馬鞍山公園。第三就係以今日嘅標準嚟講，錦豐苑嘅開積都算係偏大㗎，主要分3種，最細嗰隻都超過400尺，中型嘅單位就大概500尺，而最大嗰隻甚至超過600尺。對比翻今年推出嘅啟陽苑，最細嘅單位唔過300尺，而最大嗰隻都只係比錦豐苑最細嘅單位大少少，全數單位嘅面積都唔過500尺。單純以開積嚟計，二手居屋就吸引過新居屋。參觀放盤屬於屋苑最大一款嘅積型，實用面積去到647尺。咁而家未補地價嘅叫價係580萬，圍返每一尺大概8900幾蚊。客飯廳長6米幾，闊超過2.8米，空間感十足。
咁先一齊睇一個景啦。單位係向東北方，可以側望到海景，甚至就係遠望到慈山寺嘅觀音像，以至對後面嘅山景。不過如果正望嘅話，就會見到隔離座嘅單位。咁買家若果想有一望無際嘅海景，就要揀 A 到 G 座向西嘅單位啦。但係就可能會有西斜嘅問題。放盤得簡單裝修，買家好大機會要重新整過。不過我哋都可以參考下啲價格，想象下啲家私擺位。大廳啦就係長淨嘅開式啊，咁我而家企喺呢個位啦，就係飯廳嚟嘅，可以喺後邊呢度咧做個獅子櫃，跟住呢度咧擺張4至6人嘅餐台，咁然後再前啲咧就係客廳啦，咁而家業主呢度就擺咗個電視機櫃啦，咁剩低呢邊咧就可以擺梳化，咁其實就算擺張3人梳化咧都絕對夠位㗎。咁始終個廳都有翻咁上下，除咗啱先講到嘅擺位，買家都可以因應自己嘅需要去擺放唔同嘅家私組合。呢一間屋咧總共就有3間房啦，咁有2間喺我左手邊，一間咧就喺我右手邊。我哋先睇獨立呢一間。入到嚟咧，其實本身咧喺呢個位置咧就係一個廁所嘅，即係話呢間本身係一間套房啦。咁但係業主就拆咗，就係加大咗呢個空間。咁同埋咧就有一個凹位咧可以做埋衣櫃。事實上，原則嘅套廁就係得坐廁同埋一個細細嘅洗手盆，咁就冇沖涼嘅位置。所以大部分錦豐苑嘅住戶都會拆咗佢嚟到換取更大嘅寢區空間。而呢一間房就係同客廳同向，所以一樣望到海景，但係都會望到對面屋。咁如果買家想保障私隱之餘，都想間房有一定嘅採光度，咁除咗窗簾之外，都可以裝埋紗簾。咁轉去大廳嘅另一邊，睇埋其餘嗰2間房啦。本身居屋咧就冇咩間隔嘅，咁都係自己去間隔啲牆身去做翻啲房啦。咁而家我哋睇緊呢一種嘅開式咧，佢係屬於一個和諧式嘅設計啦。咁有啲人講笑咁講啦，點解叫和諧式咧？就因為如果用埋我而家企緊呢個走廊位咧，去間做第一間房嘅話咧，咁變相咧你入第2間房嘅時候咧，就一定要經過第1間房。咁一家人要夠和諧咧，先可以做到呢種房中房嘅設計。咁但係如果想係明確區分翻2間房嘅位置出嚟嘅話咧，亦都可以參考好似個業主嘅做法，就係喺呢邊咧做一個儲物櫃，咁然後咧就做翻條走廊出嚟，咁就變咗係可以有獨立2個嘅房門位置啦。咁我覺得業主呢個做法都幾好噶。咁雖然第1間房會縮細咗，但呢個凹位都可以做到唔少收納空間，甚至做埋衣櫃都得。咁樣嘅話，間房就唔使留位擺衣櫃，可以有多啲空間擺書台或者其他家私。唔做房中房嘅設計咧，咁第1間房變相個牆身咧就會褪入咗啦。咁但係你見到而家呢個空間咧都有翻咁上下嘅，由個家私擺位咧就見到都係夠位咧，擺得落張床啦同埋衣櫃。咁呢一間房雖然同客廳同向，咁但係因為喺佈局上就褪後咗，所以會俾隔離埲牆身遮咗部分視野，變相就唔係好睇到海景啦。好啦，跟住我哋入到嚟睇埋走廊嘅尾房啦。咁呢間房嘅開式咧就有少少唔規則啦。咁所以大多數人嘅做法咧都會沿住牆身咧去做一排嘅衣櫃，修飾翻個開式。咁然後喺我而家企緊呢個位置咧，就打橫咁樣擺一張床。咁除咗唔係咁四正，呢間房隻窗都比較細啲。雖然有海景，但係採光就冇咁理想，日頭可能都要開燈先至得。買家若果想一屋3間房都四正正，錦豐苑都有另一款開式可以揀。如果錦豐苑咧，佢就 A 至 G 座咧就係一梯16伙啦，而咧 J 座至 H 座咧佢就一梯18伙啦。最大分別咧就係最尾嗰間主人房啦，而咧 J 座至 H 座咧就會4方形啲，就唔會有尖角房型咁樣咯。呢一啲單位分佈喺 H 座同埋 J 座嘅8同14號室，咁呢幾處大部分單位嘅實用面積都超過640尺，同今集放盤差唔多，只不過就係尾房呈長形，開式比較四正。咁繼續睇埋放盤嘅廚廁位置。
大門轉過嚟咧就係廚房啊，咁入到嚟咧先會見到有個廁所喺度喎。咁啊，事關咧就係業主佢係將嗰個廁所門口咧由向住客廳嗰邊咧就改翻向住廚房裡面。咁呢個改動咧有個好處咧，就係而家變咗客廳嘅牆身就會長咗好多啦，因為少咗個門口位，咁啊容易啲擺家私。咁但係如果買家話介意嘅，即係唔想入咗嚟廚房先去廁所咧，咁亦都可以預留翻一啲資金咧去即係做翻嗰個職型上面嘅改動。咁嚟到廚房嘅空間咧，見到都係非常之大同埋實用啦。咁除咗後邊呢個嘅曲程嘅工作台面咧，甚至咧都可以利用埋呢個凹位啦。咁啊，好似而家咁樣啦。就係做咗一組嘅上下櫥櫃，咁啊呢個下櫥櫃面咧，亦都可以利用埋擺一啲嘅小型家電，例如係微波爐啊，或者係一啲咖啡機咁樣。嗱，就算喺廚房都一樣望到海景同埋海濱長廊㗎。咁而家嘅裝修就冇預留到雪櫃位，重新整過嘅話，就可以更加好咁樣規劃翻啲電器擺位，煮嘢食嗰陣就有多啲走動空間。喺28 House 嘅一啲放盤圖片都見到，廚房嘅空間係有條件嵌入晒雪櫃同埋洗衣機。咁最後睇埋浴室，有窗通風，間隔四正。因為改咗個門口位，所以就縮細咗企缸。咁若果想擴大翻沖涼嘅位置，咁一係咧就係改過裏面嘅佈局，咁一係咧就係將門口改翻向客廳嗰邊。咁假設業主以580萬嘅叫價成功賣出單位，用2019年590萬嘅買入價計，賬面已經要蝕10萬蚊，或者1.6%。蝕讓嘅最大主因就係業主買入單位嗰陣，個市都仲未開始跌。咁對比翻2019年過去6年幾期間，大市樓價已經跌咗2成。咁的而且確，睇翻我哋嘅28 House App，同類單位喺3月頭嘅成交價都跌到大概530萬。同近日嘅成交價對比，今集放盤嘅叫價就比之前嘅成交價高9%。不過成交單位就係望學校為主，冇海景。咁除咗景觀因素，二手單位嘅成交價都好受到裝修質素影響，而我哋都好難知道之前成交個單位嘅內籠情況，咁所以銀行估價就更加有參考價值。而大部分銀行對單位未補地價嘅估價都係520萬，亦即係話業主嘅叫價比估價高1成1。買得未補地價嘅居屋，咁一係就係有綠表資格，咁一係呢就係白表人士。咁新一期嘅白居二將會喺今年第二季接受申請。咁個人同埋家庭嘅入息限額分別係3萬蚊同6萬蚊。個人資產唔可以超過615000蚊，家庭嘅資產就唔可以超過123萬。由2024年嘅3月開始，二手居屋嘅擔保期就由30年延長到50年。擔保期嘅意思，咁就係只要物業喺擔保期內，就算業主冇能力償還貸款，都有房委會做擔保，幫業主還款。咁所以延長擔保期，還款年期都會相應由25年增加到最長30年。咁當中頭40年嘅擔保期，房委會分別會為綠表同白表買家提供最高9.5%同埋9成嘅按揭貸款保證。咁而喺第40到50年期間，就會提供最高8成嘅保證。以往只要係超過20年嘅居屋，都好大機會做唔到高成數按揭，原因就係30年嘅擔保期，一減咗居屋嘅第一次轉讓日期，剩低都唔夠10年嘅擔保期，自然要降低按揭成數。咁但係放寬咗擔保期，舊居屋都有機會做到高成數按揭，咁變相就激活咗二手居屋嘅市場啦。不過買家都有3點要留意㗎。咁第一，物業仲剩幾耐擔保期係用50年減物業嘅第一次轉讓日期去計，而唔係用樓齡去計。例如錦豐苑9座都唔係同一時間開賣，其中 A、B、C、E、F 同 G 座咁就喺大概96年開售，涉及3648伙，相關單位嘅折扣率係43%到46%。咁至於剩低嗰3座，亦即係 D、H 同 J 座，就喺2008年開售，折扣率亦都降到30%。後期賣嗰3座，除咗會有比較長嘅剩餘擔保期，咁亦都會補得少啲地價。
因為呢一啲單位係7折發售，補地價金額就會係市值樓價嘅3成，少過早期開售單位嘅4%到7%。第二，雖然擔保期內嘅居屋一般都比較容易獲批按揭，咁但係銀行批出嘅按揭條款都仲要視乎佢嘅取態同埋買家嘅財政狀況。例如我哋喺查詢放盤估價嗰陣，部分銀行好似渣打咁樣，就講明唔會做超過25年嘅居屋按揭。咁所以買樓之前最好先同各大銀行做個初步查詢啦。用今集放盤做例子，假設以估價520萬買入單位，借9成按揭，俾完52萬嘅首期之後，月供大概2萬蚊。第三，就算距離第一次轉讓日期有返咁上下年期嘅居屋，都做到高成數按揭，咁但係樓齡越大，就越多維修保養嘅責任。咁好似錦豐苑咁樣，都仲未展開大維修。點解而家啲二手居屋啦都仲係咁有價有市呢？我自己覺得啦，其中一個因素呢，就係因為新居屋嗰度呢，佢超過400尺嘅單位呢，其實就真係供不應求㗎。咁啲小家庭抽唔到啦，就自然係回流返去二手居屋啦。咁令到呢，佢哋就一直有一個需求喺度。咁唔知道大家又係咪咁諗呢？都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㗎，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咁最後啦，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啦。